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第4季前情提要：二人协作，正准备将内龙送进地狱，雷不慎闯入，破坏了二人的阵法。诺拉遭到反噬成植物人，消失的内龙控制了雷的身体。位于1933年的北极荒地，探险家戈登的助手文森特有了重大的发现。当他敲开冰坨子后，里面露出来一个金色的蛋。时间局这边抓来了个木乃伊，闻到臭味的内特跟了过来，和查理开着让木乃伊都尴尬的玩笑。交代完工作后，5人散开。萨拉追上了八卦，查理现在和内特相处的十分尴尬，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萨拉告诉他，喜欢就趴了他，我可以帮你。另一边的雷带着鲜花来看望诺拉，蒙娜看得出他很疲惫，寒暄几句后离去，他的眼里仍充满爱意。不过右手有点不听话，抓起枕头盖住了诺拉。精分过后，他冷静了下来，手却被一团黑气缠住。返回城堡后，不小心撞到米克，而散落一地的都是瑞贝卡·希尔夫的粉丝信。查理抽出一封特别的信，内容是具有高额报酬揭露身份的邀请。他虽然不想露面，但冷静想了想，有钱啊，于是两人决定合作。萨拉正准备看书，结果发现时代错误，这个任务交给了查理内特，二人还有10块钱赌他们俩这次能不能成。由于气氛实在是尴尬，他们决定把其他队友一同叫上。正在做实验的雷被吓了一跳，内特也察觉到气氛的尴尬，所以想叫上他做僚机。雷想把内龙的事告诉他，但是内了半天也说不出来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咱们就报一个吧。二人准备好参加书会，查理过来吐槽这次的任务，希望能叫上他们一起。查理只告诉他，萨若在衣柜里给你留了个惊喜。来到冒险家协会后，查理脱下外套，萨若准备的惊喜一览无余。内特被惊艳到了，他感觉这是善意的圈套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成功约会。书会这边气氛十分活跃，查理介绍自己就是瑞贝卡，米克是他的保镖。问答会将在2小时内举行。戈登把冒险家们召集起来，他说自己费了很大功夫才有了这么个伟大的发现。铺垫了半天后，文森特不情愿地揭开幕布。二人看到金蛋被送到保险室后，赶忙躲到了狭小的空间里。虽然有守卫，内特说自己可以靠巧舌进入任何地方，他吸引了这个人的注意。查理一棒槌给他敲晕。打开保险室的门后，本以为这次任务可以轻松完成，内特突然发现了引爆线，他脱下了外套，撅起屁股穿越火线，给查理表演了各种高难度的姿势，拿起金蛋扔到了他的手里。但金蛋是假的，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萨瑞的局。戈登肯定也是演员，说不准和夏普爸妈还是一个剧团里出来的。身后出现了金蛋的主人，俩人还感叹萨瑞安排的挺到位啊。老爹说过要用魔法打败魔法。雷想联系康斯坦丁，但是他消失在时间线上，基丁恩也无能为力。他的右手把基丁恩关闭，他试图联系盖瑞，结果盖瑞二话不说穿了过来。闺女读书会的地址选在了诺拉的牢房，虽然他没想。刚准备进入正题，蒙娜收到了瑞贝卡揭晓身份的信息，他有点不敢相信即将要和爱豆共处一室。雷需要的是康斯坦丁，但作为康斯坦丁实习生的盖瑞认为自己能帮助他。雷旁敲侧击地说自己身体里有个东西出不来。我懂了，等我帮你找找有没有能治便秘的咒语。看到这一幕，他才意识到雷被附身了。他们以为金蛋只是萨若做的道具，但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说出真正金蛋的下落。装，继续装，一等我俩给萨若打个电话的。萨若惊呆了，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任务之后，他俩也惊呆了。查理用技能移形换影，内特用技能金钟罩铁布衫，配合之下解决了他们后，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夏普输了20块钱，联系到雷后，他现在比较忙。内特打算过去看看，剩下3个人找金蛋。查理推断出真蛋是被戈登的助手发现，同样也是被他偷走。盖瑞不得不把自己关进监狱，如果雷杀掉所爱之人，恶魔就会占领他的躯体。仔细想啊，他好像并不被人在意，自己只是一个没人爱的小人物。雷的右手突然作祟，内龙出现在电视里，他挖掘盖瑞内心的阴暗，并且表示恶魔不会违背誓言，他可以让盖瑞变得完整。经过排练后，查理对瑞贝卡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对粉丝的提问也是对答如流。蒙娜兴致冲冲地过来，看到这一幕让他有点懵逼，他问出了资深读者才会问的问题。查理不出意外地露了怯，蒙娜带动粉丝询问瑞贝卡的下落，结果自己越说越来劲儿。米克抢过话筒，说着直击粉丝内心的言论，粉丝们震惊过后，接着一片山呼海啸。康斯坦丁带来了凤凰尾巴的羽毛，作为药引与咒语一同撒在诺拉身上。他嗷一声醒了过来，抓住康斯坦丁说他抓走了雷。
内特来到城堡号，雷还在试着告诉他内龙的事情，他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直到雷握住一把刀子，但是他相信雷很坚强。结果被一直拳、右勾拳、上勾拳干倒。他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我们是兄弟。”内龙已经准备下杀手，为了爱人，他放弃挣扎，只要保证不伤害内特，他就甘愿接受控制。内龙终于得到控制权，也答应了雷的要求。为了拿到金蛋，他们和坏人打了起来。夏普拿起鞭子为萨拉打掩护，金蛋飞向空中，扎利纵身飞扑过去接住金蛋。清理干净后，看到鞭子的二人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康斯坦丁找到内龙，由于前摇过长，内龙轻松躲过了他的 Q 技能。他学会了个新招数，控制内龙后，他要把雷救出来。盖瑞猫了过来，他需要盖瑞帮他拿工具，结果他在犹豫。内龙送了他一个礼物，聊表心意。尽管康斯坦丁不停地劝说，一个完整的人对他来说是再大不过的诱惑。他一边回想着以往被欺负的经历，一边将头装了回去。康斯坦丁被打败，盖瑞从他兜里拿出时间石，三人离开这里。吉丁上线，他们完成任务回来，看到受伤的内特，也知道雷被附身的消息。因为诺拉的特殊，夏普希望他以时间局特工的身份加入。两人亲嘴之余，金蛋开始晃动，吉丁扫出这是个龙蛋。内龙带着康斯坦丁来到冰川时代的唐纳山口，没有杀掉康斯坦丁是因为需要他打开通往地狱的大门，但是目的是要把塔比瑟放出来，但是他又不像盖瑞那样缺头，更没有理由帮他这么做了。诺拉的证件照由于不能重拍，夏普看了眼之后建议他用通缉令上的照片。时间局找到内龙之前，他需要把这些表都填满。回到办公室后，咸鱼翻身的盖瑞让他把门关上，他们需要套卡。而城堡号这边也是无处可寻，但基丁恩已经更改了设置，只要康斯坦丁用能力，他就可以立即定位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只能等。时间局员工被夏普着急，因为今天要进行绩效评估，而负责评估的人是盖瑞。他瞬间起范儿，但台下众人却不领情。散会后，蒙娜有点不敢相信，夏普说盖瑞就是我们需要的人。为了让康斯坦丁妥协，他使这副身躯自刎。康斯坦丁立刻念动咒语，他得意地笑了。内特在实验室里放着胎教音乐。康斯坦丁的书中记载，龙蛋必须在母亲的体温下孵化，他准备了保温灯，以此达到孵化的效果。吉丁恩监测到了康斯坦丁的信息，时间被定位在130万年前的冰河时代。城堡号穿越而至，这一切都在内龙的计划当中。他毫不畏惧。康斯坦丁让萨拉开火，雷已经不在了，这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。萨拉准备开火，但这么做的话，雷就永远不会回来。米克突然下令，二人用时间石离开。城堡号反应不过来，被雪崩掩埋。萨拉启动飞船，结果却被告知飞船被埋在108米厚的冰雪之下，时间定节器被冻住，好在可以联络时间局。但夏普看到城堡号的信息后直接挂断。为了生存下去，他们必须节约能源。二人来到公元前55年的凯尔特村，他的地狱漩涡并不稳定，这也正是内龙带他来到这个时代的原因，因为他可以借助国王的能力，也就是康斯坦丁的祖先。蒙娜把盖瑞和夏普不对劲儿的事情告诉诺拉，他想诺拉协助调查，结果二人开始博弈。盖瑞的死对头过来说，盖瑞是我们需要的人。诺拉决定调查一下，喷火将会耗尽船舱内氧气，所以只能动手。二人开始起了摩擦，查理想劝架，但二人跟没听见一样。萨拉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国王把在外狩猎到的魔法生物带来，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百姓充满恐惧，只有这样，国王的魔法才会更加强大。康斯坦丁认为被送下地狱的生物都是活该。内龙给他举了几个例子，阿斯特拉、雷，还有他的塔比瑟。他希望康斯坦丁能重新审视自己的三观。康斯坦丁认得出那是生物普卡，他没有攻击性。为了解除误会，他决定和先祖聊聊。他试图用血脉唤醒先祖的良知，结果被认成了头脸怪。内特给小龙起名叫做维克斯特堡，因为没有恒温器。扎利把他放进了怀里，他感觉好像跳过了最有趣的过程。内特想了个可以产生热量的办法。米克过来道歉，萨拉有点惊讶，真米克的出现有点尴尬。不过二人决定冰释前嫌。盖瑞已经控制了时间局，他俩想了个办法，把他骗到牢房。诺拉说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盖瑞是我们需要的人。二人在雷的办公室怀念最初相遇，初代队员只剩最后3个人。翻出雷的求生手册后，能用的办法都已经用过，能做的只剩下享受了。队员们集结在指挥室，萨拉启动飞船，他们要来一场最后的狂欢。在蒙娜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他的右手突然在墙上刻了几个字。在被送去业绩评估的时候，二人还不忘念叨盖瑞是我们需要的人。来到办公室后，只剩下2人，他气场十足地审核着蒙娜，
要被送进地狱的他内心忐忑，如果真的进了地狱，他会遇到当初被他送进去的人，还有被他辜负的人。普卡小手一挥，治愈了他的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仪式即将开始，二人被带到康祖面前，他怂恿了子民，产生了邪恶的力量。队员们玩起了雷发明的团建小游戏，米克还因为这对情侣徇私舞弊而生气。但没过多久，突然气氛沉寂了下来。查理想缓解一下，飞船突然震动，因为船舱内温度融化了周围的冰雪，生机突然出现，众人开始在萨瑞的指挥下分工。在子民的愤怒之下，康祖的能量逐渐强大，他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通道，地狱之门吸引着二人。情急之下，他念动咒语，把吸力解除后放跑了普卡。爷俩打了起来，胜负很快分出。康祖被砍下一只手作为惩罚，盖瑞走到他面前，突然撩开衣服，邪恶的头睁开了眼睛，他呼唤出了小郎朗。盖瑞大喊一声救命，二人立刻赶了过来，但都不是蒙娜的对手。因为一记撞击，二人突然清醒过来。Zara 强行启动引擎，乘波号窜出雪地，所有系统都恢复了正常。内龙为他的作为感到欣慰，但这并不能阻止康斯坦丁把他送进地狱。在魔法的协助下，内龙被打败。正当他准备下杀手时，身后突然亮起一道光。乘波号出现后，他被队员阻拦。为了救回雷，他躺倒进地狱的入口，被碾成了粉末。内龙对着地狱入口呼唤，随着地狱的涌动，塔比瑟终于现身了。相爱之人终于团聚，但是把传奇们给吓坏了。他要给塔比瑟找个新的主人。得知真相后的二人感到震惊，为了不让他再被控制，蒙娜一口咬了下去。盖瑞破窗而出，他的后援赶到，小郎朗被变回原形。为了救回蒙娜，二人兵分两路。夏普把盖瑞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传奇。康斯坦丁从空中坠落，他爬出垃圾箱，叼上一根烟，回到了久违的地狱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